如果是追求極致顏值和獨特設計的玩家，眼前這一台主機大概率會讓你挪不開眼。今天我們要聊的就是 Triad 在 Computex 2025上驚豔亮相，如今終於量產落地的兩款新品 Flora F50 機箱和 Spec 360水冷。我先把它們倆的價格發在屏幕上，你们覺得這個售價如何？可以和各位留好交流。如果你是衝着極致性價比，那很抱歉，對於 Triad 這一家注重創新與獨特性的牌子來說，產品本身的品質與設計尤為重要，這樣才能創造出更具獨特性的產品。那這兩款新品做到了獨特的創新嗎？確實做到了，而且在獨特性與創新這一塊有着更為突出和領先。今天這期節目將會來和各位分享我使用這兩款產品的體驗，以及一些我認為可以做得更好的細節。先來介紹 Flora F50 機箱，這是 Triad 推出的第二款 ATX 機箱，長寬高在481毫米乘以240毫米乘以501毫米，體積為57.8升，屬於常規 ATX 中塔機箱的體積。機箱本身最大的特點就是前面板和玻璃側板下方採用了大量的編織布面料，讓這款機箱在外觀上格外突出與獨特，有別於最近流行起來的木紋裝飾，卻一樣能給人更多居家屬性的感覺。所有面板都採用了免工具安裝功能，安裝體驗非常的舒服。在拆下了前臉的編織布面板後，可以看到有2條風扇支架以及一個獨特的 TCF 灌流風機。這個灌流風機我待會會再和各位介紹。先來說說前臉風扇的兼容性。通過改變風扇支架的位置，除了兼容常規的300/120風扇以及200/140風扇之外，還能夠兼容200/160、180、200毫米的風扇。風扇款式兼容性極為豐富。當然，想要兼容這3種尺寸的風扇，就必須將 TCF 灌流風機給拆下才能夠實現。不過起碼它給了你支持的選擇。既然聊到了 TCF 灌流風機，那現在就來和各位介紹這獨特的配件。這個 TCF 灌流風機是個作弊級的存在。簡單說，它能夠從側面大口吸入冷空氣，通過導流板把風精準的餵給主機板和散熱器。更有趣的是，它還能夠變身，能夠針對風冷以及水冷切換不同的導流模式。標配模式是已經裝上了水冷專用套件，能讓風機內的冷空氣導流傾斜朝上，使得頂部的水冷能夠直接接觸到這些冷空氣。而風冷模式只需要將這個水冷專用套件給拆下即可，冷空氣則是能夠以水平形式打入機箱內，讓風冷散熱器能夠更快接觸。官方說明，在擁有這一顆 TCF 灌流風機後，即便不安裝前置風扇，也能夠擁有良好的散熱性能，同時還能夠大幅降低噪音，這就很有意思了。這個灌流風機是不是真的那麼有料？我會在隨後的測試和各位驗證一下。我想這也是為何機箱出廠標配就不提供前臉風扇的原因了。TCF 灌流風機採用 PWM 供電，同時還提供了3檔轉速的檔位。可既然支持 PWM 轉速，我個人會更推薦直接開到最高檔，再通過風扇調速軟件來控制轉速即可。前置 I/O 接口為常規的一個開機鍵，2個 USB 3.2 Type A， 一個20G 的 Type C， 以及一個耳麥音頻2合1接口。位置則是設計在玻璃側板下方，這意味着官方更希望你將它擺在桌面上，而不是地上來使用。完全能夠理解，畢竟用上了編織布面料這類獨特的材質，你總不希望買了它放在地上吸灰塵，對吧？Flora F50 能夠兼容最大 ATX 規格主板，並支持 BTF 以及 Project Zero 這一類的背插主板。遺憾的是，並不支持 MATX 規格的背插主板，這就有一點可惜了。另外，雖然本身為標準的下置電源中塔機箱，可側板還是提供了風扇支架來安裝風扇，最多能夠支持2個120和140毫米的風扇。冷排支持的部分，前置、側邊以及頂部均支持280或360水冷，但受到了體積的限制，前置和頂部無法同時安裝360水冷，只能夠在前置或頂部360水冷下追加多一個側邊240或280水冷。背面流出的空間相當充裕，而且在側邊空间預留給風扇位下，機箱本體仍然能夠實現最多4個3.5寸硬盤的安裝就更別說2.5寸 SSD 了，同樣也能夠支持最多4個。這一次 Flora F50 機箱另一個特點就是提供了粉色配色的選擇你還別說，我覺得這個配色還挺好看的。這粉色調得很高級，不是那種俗氣的粉放在家裡甚至能夠當個裝飾品，特別是像那一些不太懂電腦的女生，又或者是像我老婆那樣的化妝師看到，應該也會覺得這個主機很有質感雖然需要多花錢就是了。
着就來到了另一個新品 Stage 360水冷，而這款水冷最大的特點，我想不必我多說，自然是搭載了雙4寸 IPS 屏幕的組合，實現了所謂的Stage 舞台雙重視覺空間。這個雙屏90度折角設計，最大的爽點是在視覺上的立體感更為突出，這是不論多大的當面屏幕都無法做到的。屏幕規格為2塊4寸的720×720P 方形 IPS， 配合康纳利 2.0 軟件，能夠實現2:1比例的單屏幕90度雙重顯示，又或是屏幕各自1:1獨立顯示功能。另外，2塊屏幕下方的底座提供了鏡面與霧面底座的切換，需要放手辦就使用霧面底座，需要展示酷炫的光影效果就使用鏡面底座，可玩性非常之高。当然 ，Stage 360的屏幕模组是自帶了獨立双核和存儲系統，因此任何屏幕上的显示均不会占用系統資源。而康纳利 2.0 不用多說，依舊是目前我認為最好用的帶屏水冷軟件。軟件本身的穩定性與操作體驗真的非常的出色。雖然目前 Stage 本身的試用預設並不多，但原裝預設的耐看性非常高，不太影響多數人的使用體驗。当然日後能夠通過 OTA 更新更多更好玩的預設主題就更好了。Stage 360水冷本體採用 Asetek Seagrid V2 方案，官方標定的 TDP 為280瓦。這個方案我猜這是 Asetek 8代 V2 的青春版，降低了可壓制功耗的上限，但大部分日常使用下應該和 Asetek 8代 V2 基本接近。冷頭出廠也預塗了3個規則，這點還是好評。風扇是採用自家的 Rota SL-ARGB 風扇，這是一款磁吸積木風扇。風扇出廠就預裝好在冷排上了，只需要將磁吸線輕輕接上，即可轉接出 PWM 和 ARGB 供電線。Rota SL-ARGB 本身最高轉速為1850 RPM， 雖然轉速上限並不高，可它的噪音控制十分的出色，就算是風扇轉速拉滿也不會特別的吵。大致上和各位介紹完 Flova F50 機箱以及 Stage 360水冷這兩款新品後，接下來就進入到了測試環節了。CPU 是 AMD Ryzen 9 9950 S3D， 主板是微星 MSI 的 MPG B850H Type WiFi， 內存是科夫 Clip 的 Class V RGB DDR5 6/C30 白色套條，硬盤是三星 Samsung 的 PM9A1， 電源我特地和海運 Seasonic 搞來了 Vertex 櫻花 GS 1000 ATX 3.1 特別版電源，支持 ATX 3.1和 PCIe 5.1， 並給到了12年的質保。然而，不僅是 Vertex 系列電源本身的質量過硬，櫻花版的粉色與白色撞色非常適合搭配這次的 Flova F50 粉色機箱以及 Stage 360白色水冷。再有了這個粉白色撞色的壓紋線，整體外觀更加協調好看，所以我就厚臉皮的和海運搞來了。另外，我還在 Flova F50 機箱的前臉加裝了3把海運 Max Flow 120白色版高性能風扇，我倒要看看 Flova F50 的 TCF 灌流風機是不是真的有2把刷子。這次採用了9950 S3D 開啟 PBO2 全核心負壓20，然後分別進行單考 FEU 以及最佳富罵 2.0 一同雙考2種測試模式，每項測試均為30分鐘，記錄從測試後1至30分鐘的平均溫度與功耗表現。同時特別進行前置風扇加灌流風機全滿速，前置風扇滿速，灌流風機停止，前置風扇停止，灌流風機滿速這3種類型的測試。先來看看單考 FEU 下的測試，在前臉風扇和灌流風機均滿速開啟的狀態下，對比關掉灌流風機只保留前臉風扇滿速的情況，兩者的 CPU 溫度和功耗表現幾乎一致。而在關閉了前臉風扇，改為讓灌流風機滿速開啟，CPU 平均溫度雖然是有略微提升到83.3度，但差距只有0.8度，且噪音能大幅的降低。我覺得仍有如此的表現，還是非常不錯的。接着來看看加入的富罵2顯卡雙考後的表現，在前臉風扇和灌流風機雙開滿速，對比關閉了灌流風機保留前臉風扇滿速，後者的 CPU 溫度有略微提升了一些，但溫差只有0.5度。進一步關閉前臉風扇，平均溫度落在了88.4度，溫差拉開到了1.3度。在壓力更大的雙考場景下，不同的風套配置對於 CPU 的溫度影響的確還是有點差異。但我覺得結合不同模式下的滿載噪音差距後，這個表現是完全能接受的。反觀顯卡的溫度表現，在這3個模式下幾乎相同，因此就不足一提了。
但必須承認的是，哪怕前臉已經裝了3把12030的暴力風扇，TCL 冠霖風機本身還能再提升風到3人上限，可見這個 TCL 冠霖風機的設計的確是有一定的幫助，而這樣可以大大緩解前置風扇的性能需求。而 STAT 360本身的散热表現整體還是更加偏向在较低噪音下發揮出不錯的散热性能，因此在這幾個測試場景裡 ，STAT 360的表現還算中規中矩，搭配目前主流的旗艦處理器是不必擔心的，而且噪音表現非常出色，可用性非常之高。總的來看 ，Flova F50在獨特的編織布面料材質以及 TCL 冠霖風機的搭配下，算是交出了一個不錯的答卷，綜合了個性化與性能表現的組合，但它還是有一些我認為可以進步的地方。首先就是頂部的風扇和冷排支架並非模組化設計，這就導致日後如果需要替換頂部的冷排風扇，就只能先將整個冷排給拆除後才能替換。另一個我覺得影響比較大的點就是頂部的冷排空間由於 TCL 冠霖風機的存在，在你使用它的時候會和頂部水冷的水冷管起衝突，水管出入口只能朝向後方，這就讓整個水冷裝起來觀感有點打折。或許這一套 TCL 冠霖風機的高度能再下降一些，又或是進行斜切面的設計處理，然後讓頂部的水冷的兼容性更好。至於 STAT 360，它最大的遺憾是不支持冷頭出入水口朝上，這導致它無法兼容聯力 OCED Vision Compact 的側裝水冷的水管隱藏安裝方案，這一點要特別的注意。其他的倒沒什麼可挑剔的，創新的雙90度屏幕組合肯定是99%以上的用戶會買它的最大賣點。在其他家還沒推出類似競品前，它目前就是獨一檔的存在，這沒什麼好說的，因為它真的夠獨特，也蠻好看的。那以上就是關於 Tri 新推出的 Flova F50機箱以及 STAT 360水冷的體驗分享了。你們對於這兩款新品有什麼看法？也歡迎在評論區和大家友好交流。那本期節目的內容就到此為止了。喜歡我的影片，也別忘了訂閱我的頻道，這會對我有很大的幫助。感謝各位的收看，我們下期節目再見。